尹锡悦在竞选的时候表示要增加萨德导弹部署的数量，美国人听了当然很高兴呢，那中国人当然是很不高兴。你尹锡悦能顶得住中国的不高兴吗？我们不妨等等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中韩关系。3月10号，尹锡悦正式赢得大选，成为韩国的第13任总统。此人一贯是亲美反中，竞选期间发了很多的反华的言论，因此中国国内的舆论是普遍担心这个尹锡悦上台以后中韩关系会出问题，甚至可能会反转走向恶化。但是尹锡悦胜选之后我们的新华社立刻发布社论，对中韩关系表示乐观。尹锡悦本人也表示希望中韩关系更上一层楼。这再次说明了西式民主的本质是个什么东西。另外也说明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在某一个历史阶段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不是一两个政治人物仅凭自己的好恶就可以操纵的。就算是韩国这种受到美国严密控制的国家，不管哪一派上台当政，你能彻底的割断中韩之间的政治、文化和经济贸易的联系吗？做不到的。韩国的领导人如果明智的话，最不用担心的其实就是中韩关系。只要你不跟在美国身后当哈巴狗，不要无端的同中国作对，中国是绝对不会侵犯韩国利益的，有的只是好处。尽管近2年受到新冠疫情的严重影响但中韩双方的经贸合作仍然是比较正常。2016年中韩关系出现严重的问题，是因为韩国听信美国人的鬼话，放萨德导弹系统入韩。你韩国将美国的大刀弄到我们中国的脑门上，中国不收拾你吗？应该说，让尹锡悦头疼的事情当然不是中韩关系，而是他自己的南北方的关系问题。最近10多年来朝鲜南北方的互动是跌宕起伏，既发生过陆海交火，也举行了南北双方的首脑会晤。但是无论怎么发展，人们还完全看不到两个朝鲜统一的可能性。而最悲哀的是，韩国其实对南北关系问题是没有任何的决定权，能说话算数的是周边的几个大国尹锡悦在政治上高度的亲美亲日，所以他肯定要采取一些措施来对抗朝鲜的远程导弹发展计划，继续大力的推进韩国自己的导弹计划和宙斯盾反导战舰计划，要求美国部署更多的萨德导弹系统。3月11号，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就和尹锡悦通了电话，同意一起应付朝鲜，加强与美国的三方联系。所以未来朝鲜半岛南北方关系恶化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尹锡悦要面对另外一个麻烦，是美国组织的对俄罗斯的全面的制裁，这是所有的前任总统都没有遇到过的问题。冷战期间，韩国与苏联虽然分守不同的阵营，但是基本上没有直接对抗的情况。苏联甚至还从韩国大量的进口商品和物资。冷战结束以后俄罗斯与韩国的经济贸易关系不断的发展。俄罗斯向韩国大量的出口石油、天然气，进口汽车、化工、机械、电子产品。为了抵偿苏联时代欠下的韩国的债务，俄罗斯甚至拿出了30多辆特806坦克给韩国。最近10多年来，俄罗斯从韩国大量的进口电子元器件，用于雷达和通信设备的研制，特别是集成电路和功率器件。但是就在今年的1月22号，在乌克兰战争打响之前的1个月，美国就明确的警告韩国要准备对俄罗斯进行电子元器件的禁运。战争爆发以后果不其然，即将下台的文在寅批准法案，加入了对俄罗斯的全面的制裁。这就意味着韩国失去了经营几十年的俄罗斯的市场，不但失去了占总量 25% 的石油进口的来源，还失去了一个1亿多人的电子产品的销售大市场。尹锡悦必然要面对国内的油价和化工产品价格上的大幅度上涨的局面，这会严重的影响韩国人的生活和出口竞争力。至于会带来其他的什么连锁反应呢？现在还难以精确的预测。这真是害人如害己你跟着美国跑，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是迟早的事儿。至于中韩关系，韩国同样没有多大的自主权，
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那个恶霸的态度。朴槿惠政府当时是对部署萨德导弹并不是很积极，但是完全抵挡不住美国的压力。尹锡悦在竞选的时候表示要增加萨德导弹部署的数量，美国人听了当然很高兴的，那中国人当然是很不高兴。你尹锡悦能顶得住中国的不高兴吗？我们不妨等等看。有一句忠告是，小国啊，你千万别想去掺和大国的扳手腕，想去当秤砣吗？搞不好就会被打得鼻青脸肿啊。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